好，我们就继续来看443 approximate steep descent 哈。那我们就慢慢的怎么样引进比较正规的这个类神经网络的这个手法。好，那这些符号就把前面的东西我就全部给各位呢做一个回顾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学习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这边因为讲义我都会放在网络上面你们可以下载这个讲义。好，首先来看我们叫什么叫 approximate 的 MSE， 我不要那一个期望值啊，所以我就把期望值拿掉，只看平方差。好，平方差就是某一次的平方差这样好，这个是被某一次的平方差。所以呢 target of the ith epoch at jth learning pair， 就是说在某一个第 i 次轮回的时候呢，第 j 个的那个学习对，那这个是当那个学习对所映射出来的 physical output。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AJ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么多轮回，没有那么多轮回，好多轮回。所以那问题蛮麻烦的因为有时候在写作或者在coding 的时候，那我已经把大写怎么样？我把大写留给它当做一个向量所以当我进来的时候是一个向量的时候，有没有？总共你看这总共有 P 有 Q 对Q 对，那等于说 Q 个 input 的向量那每一个都是一个向量所以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好，所以很多符号的规定。那一般来讲的话 in general 我不要了，我这个都不要了，就说这个是某一次的 t， 某一次的那个 target， 那它的那个 input 所得到的那个什么，那个某一次的那个什么这个 physical output， 所以我们就这么把它写出来了。那这么写出来就变成说慢慢的把不要了，期望值不要了，那又感觉又有点随机的感觉那怎么去处理它？慢慢的往下延伸这里就开始有这个随机的感觉。所以我们那这种情况之下，我还是要求它的那个 gradient 我怎么求？所以这个叫 approximate gradient。所以我们就开始，你可以看到，我就对它做微分，有没有？好 ，gradient 的微分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就这个 performance 方就带一个头带一个 head 那这样的微分以后呢，就得到这个结果。在第一个分量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到第 k 个那包括 bias， 这样依序的把它微分这个都简单的微积分。所以 this gradient can be obtained in the 什么 ith epoch at jth learning pair。我一直在跟各位讲，就不要忘记这个有随机的感觉，是我们 instant， 我们 focus 在某一个瞬间的瞬间的这个 learning pair， 那就不管它期望值这时候不去管它期望值。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最负方向，我们就叫最深的最深的一个递减好，那这个时候情况之下呢，好了，我们就对中间某一个分量微分，有没有？分量微分有没有看出来？好，那这个时候情况之下的话，你可以看到，我好像忘了写一个式子好，没关系可以 t 我就直接写，好像我把那个平方都把它拿掉了好，没关系，这个我就直接写了好，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微分等于负 pi 这等于说我就 t 减 a 的微分t 减 a， 因为刚刚已经有看到是 t 减 a 的微分了我要求那个 t 减 a， 这个式在这里我没有错因为我讲太快了，我自己都忘记，因为平方已经被我拿掉了好，刚刚那平方已经被我拿掉所以这个平方已经，所以我要求这一个东西有没有好，就是这一块短一竟然它的微分就得到是这个结果负 pi 所以这个很 trivial， 非常 trivial。那同样道理对 b 的微分好，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没有问题。那再往下看你看我再做一个整理好，所以这个平方我再把它等于说再回来看我们对我们的 performance 微分就它gradient的微分，那我希望到最后看它等于0，所以这个式子微分就按照前面的符号再把它写回去，它就变成负 z， 有没有变负 z？ 好，因为这个符号在这里因为各位同学如果不熟，我一直就故意在旁边再重新的把它这个整理在旁边，让你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完整的符号好，那这个简单的微积分稍微专心一下就可以度过去了那好了，接下去呢，我要怎么样？我要来落实就是可落实出来的这一个逼近的这个 steep descent 这个整个最陡方向的一个一个演算法。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整理出来就变这个结果因为故意这么写这个东西，让各位同学知道其实我是盯住某一个
那定住某一个，可是这个时候怎么写哈？所以慢慢往下看，慢慢往下看哈。这个就在这边可以慢慢往下看。所以的 error function between target and physical output 哈，我就比较啰嗦，一直在反复的告诉各位，这是一个随机的变化。所以 depend on the learning pair and 什么 physical output， 所以慢慢的跑到这边来的哈。好，这个就各位同学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 more precise 的一个 representation 更精准，我要怎么去表现它呢？好，你看更精准就是说，当我要去做分析，要观察这一个 gradient 的时候，是盯住某一个 input， 盯住某一个 input。所以很讨厌的一个状况出现，就是说，在很多书里面写的话 ，T 它把它当做 target。那因为以前我们读的课本，它为了避免这个 T， 一般都会把它怎么样？就是说，一般我们 T 会被看成是 time， 是时间，是时间这样它是 time。所以原则上就是说 ，T 就把它当时间，所以一般我们不用 target， 很多的课本就用什么？用 desire。但是因为我现在决定用这一本我常常教的课本，它用 target， 我就决定用它的符号来。那因为学生们上完这个课以后，也可以再回去看那个原文书，有没有？就附在后面的那个 reference。好了，那这样你们就注意了，这个 T 意思是某一个时间那个 input， 某一个时间的 input， 那这个意思是某一个时间 input 把它带进来，所以还是有时间的观念，时间观念，所以慢慢引出来那不用 worry， 最后我会慢慢把符号把它单一化。重整化，让各位晓得那这个中间就是希望把观念讲清楚、说明白，把那个我们在读的是那个随机的观念那一块慢慢引进来，那让各位同学脑袋瓜有个谱以后呢，再把它淡化也可以。所以 at the time T the fit in 就是被喂进来的资料呢 R 怎么样？这个一大堆资料是 PJ 跟什么？这个 TJ 告诉我们是这样，就在某一个时间这个地方某个时间喂进来的好，那如果呢？那这个时候 at the time T 呢 we can compute 的真正它的值是多少？可以算出来它因为这个值 input 的时候进来的时候，我们的值全部都知道了。你赶快喂进去，算算看它的值到底有多大，算出它所有的变化出来好，所以再往下看。可是有些书它不写是 T 的，它写怎么样 ？K 了，符号又变了，有没有看到？那大部分在演算法的 implement 是这样演算法，那前面那个用时间轴的观念是用随机变数的观念，那慢慢它用一个 discrete 这个离散的那个 iteration 的话，就用 k， 也就是说第 k 次某 k 次所以你可以看到变某 k 次所以我的后面还是把它写回原来的符号，那把这个观念讲清楚说明白你可以看到，所以我就做一个注解，是第 k 次。这个等于所以这个 time 就解成第几次，所以刚刚是 time t， 这个是 the kth time， the feed in data pk， 也就是说，可能我有100对的资料，可是我喂了100次，我有100对的资料，喂了100次，它总共就1万笔资料喂到系统里面，那很可能这个 k 就是500，第500次的那个什么喂的 p 跟第500次的那个 target。所以这个一般在写演算法的时候，你们到时候就自己就怎么样，就很清楚但是在刚开始入门学这个理论的时候呢，这边就会有一些困顿所以我这个但是还是不得不把它写清楚所以这个 PK and TK may be any learning pair of 什么 PE、PE、TE、P2、T2中间的某一个，就像我刚刚讲100个 learning pair， 你认了100次的 epoch， 那整个意思就是说我喂进系统喂了1万笔资料进去，那很可能这是第500笔，那 K 就等于500，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这个在写作上，这个都不是我发明，都是传统的，在这个通讯领域里面在做这个信号处理的，常常他们的表现手法就是这样表现法。那因为这一次我希望说同学花更多时间呢，仔细的学它，你也可以看懂很多论文，那甚至你自己写论文的时候呢，符号也不会有错乱因为你在我这门课里面经过符号的一个训练过以后。写作的表现就会比较完整，这样好，那这样就没问题所以这一块看起来是符号啰里啰嗦但是呢中间的变化就请你们注意那但是后面演算法还没有完，所以我待会下一节呢再把整个要的演算法再做一个完整那希望同学呢花一点时间把这个符号弄熟好，那这一节就先到这边。